这个是下颌转角，这是下颌，这就出现了下颌底面，也就是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个体积朝向面。这里是正面和半侧面的一个分界，这里是侧面和半侧面的分界。耳朵的位置太高，下颌角应该再往前挪，下颌的后边缘和耳朵都跟着往前挪。我把多余的线条擦一下。发际线这个大形呢概括出来了，我们继续深入。它这个头颈部呢有一个左旋的一个动作，同时呢又有点往这个左侧屈，所以说它这个头转过去之后不是一个纯的侧面，往左侧屈之后呢，底面会出来一些，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然后这个是颈部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动态。我们再去画人物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先去分析它的动态，了解了之后，你才知道它里边的这些结构分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，在这个空间里面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如果上来就开始抄的话，很容易画跑偏。那么我们怎么去画呢？先来概括一下它的基本形状。一开始的这个概括不一定很准确，但是它一定是最概括。找一些比较关键的线条、轮廓进行概括。你看这边的肩和这边的头来一个相互比较，胸锁乳突肌的趋势确定一下，然后另一束颈部后边的轮廓、锁骨的趋势，这些结构都能够一一对应得上，这个形的问题呢就不算太大。然后头发的轮廓、头部的基本形状、头颈部的基本形状，我们来看一下合不合适。目前来看基本还好，随着画面的内容逐渐增多，我们可参照、可比较的更多，我们再看。先把多余的线条擦浅一点，然后来分它的侧面和正面。它的全弓位置较高，也正应上了刚才分析的这个角度。这个是下颌转角，这是下颌，这就出现了下颌底面，也就是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个体积朝向面。这里是正面和半侧面的一个分界，这里是侧面和半侧面的分界。耳朵的位置太高，下颌角应该再往前挪，下颌的后边缘和耳朵都跟着往前挪。我把多余的线条擦一下。发际线这个大形呢概括出来了，我们继续深入。全弓对着的呢是耳屏，这里呢是眉弓的趋势，它的眉弓近处的高，远处的低，因为它偏过去的这个动态，使得这个高低落差更大，并且呢能看到它的鼻底、眼球，概括一下，在眼窝中，然后是嘴巴，另一侧的嘴角。我们概括的时候，就是找几个最基本的方向的边，比如说嘴唇前面的这个边和侧面的边，把它概括起来。如果是侧面的话，是这样；如果从下面看的话，是这个形状。那么侧过去，前面的这条边就要匹配上整个头的横向的趋势，头部横向边的趋势。这是唇柱、唇壳沟、下颌的边。下颌的这条边呢，它不是那么锋利的这个转折，所以说用比较厚实一点的线条。这个褶子先给它归纳一下。喉结这个位置呢，类似一个球体，我们可以先把它当成球来概括。它有一个亮面和一个暗面，往暗面走。这里是两侧胸锁乳突肌之间形成的这个窝，这一侧的肩。然后我们再回到耳朵这个位置，耳朵的位置呢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你把耳朵的结构稍微深入一点，耳垂和
耳屏前面这条边就是这个咬肌的后边的边，这里就是咬肌的厚度，这里有一个暗面，这里是颧弓的底面，这是颧骨的底面，鼻唇沟稍微带一下。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两个面之间的转折摸不清，我们就可以用多一点的线条、浅一点线条、宽一点去画，因为它本身面和面之间不是非常明确的边界转折和棱，我们就用模棱两可的转折。如果这个感觉已经画出来了，那就可以；如果不够，就再多来一点。用这种确定的意识和模棱两可的线去表现模棱两可的形，那你对它的这个形的认识一定是非常这个深刻的。那我们画出来这个造型也是比较这个说得过去的，比较扎实。鼻根再伸进去一些，鼻梁再挺起来一点。在这里能看到一个眼眶的形状，特别明显。眉弓前面这里呢更鼓更圆一些，更厚实，看起来。眼窝在暗部里，我们可以用侧锋线轻轻的带一下，然后它这个眼睛的部分也在暗部里给它带一下，这里有点小眼袋。然后眉弓鼓出来，现在感觉不明显，我们把额头前面的这个边往里面收一些，让眉弓鼓起来。头发首先关注的是它的大的轮廓，而不是发丝。然后大致的分组走向，给它概括的块面。在耳朵的后面这个位置是乳突，连接在乳突上面的胸锁乳突肌的乳突端后边的这个面宽一点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弧度，一个小弯曲，用一排线来交代这边的一个面。胸锁乳突肌的锁骨端，这里伸进去，这里是鼓起来。这个伸进去的一个面在暗部里比较暗，我们把它平涂一下，给它含到暗部里。然后我们继续找锁骨，这里是锁骨头，那锁骨这里有一个凹进去的面，让这个锁骨的造型特别清楚。锁骨的外端，上面这一块是斜方肌，这边投影的形状是浮在这个锁骨上的，所以说这里有个弧度。鼻底、鼻孔的造型，上嘴唇呢也在暗部里，嘴角嵌进去的这个小暗面
一直往上延伸，逐渐接到人中这个位置。耳朵后面呢还有一个投影，耳朵里边有一些小暗面，包括耳垂上面这里，这个是耳朵的起伏变化。头顶的造型再往下降一下，这个呢就是头颈部的一个整体造型。每一块造型都有着深入的观察和分析。缺乏观察的话呢，就画不出完整的这个造型，要么就是概念，要不就是浮于表面。好了，那么这节课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